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巴黎演讲时呼吁欧洲不做美国附庸，建立战略自主。生死攸关说在欧洲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面对美国的影响与压力，欧洲不断思考该如何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呼吁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王毅表示，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合作共赢，都反对世界分裂，反对阵营对抗，都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中方愿同法方加强高层交往，发挥元首外交引领作用，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中法两个大国的重要作用。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博纳表示，法方愿同中方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密切两国高层交往，深化彼此互信，加强务实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双方要携手促进热点问题降温，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为缩小南北差距、避免阵营对抗做出积极贡献，推动法中、欧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外界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对于寻求建立欧洲战略自主有着强烈诉求。当地时间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再次强调欧洲主权的概念。在近2小时的长篇大论中，他全面阐述了对欧洲防务、外交、经济等议题的主张，敦促欧洲在能源、防务和经济领域实现战略自主。他警告说，欧洲未来10年有被撇下和被降级的巨大风险，欧洲的生死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抉择。Nous devons être lucides sur le fait que notre Europe, aujourd'hui, est mortelle. Elle peut mourir. Elle peut mourir, et cela dépend uniquement de nos choix. 在谈到外交问题时，马克龙极力呼吁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致力于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Il nous faut continuer d'avoir des partenariats avec les pays tiers.Oui, c'est-à-dire bâtir une Europe en capacité de montrer qu'elle n'est jamais le vassal d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et qu'elle sait aussi parler à toutes les régions du monde, aux émergents, à l'Afrique, à l'Amérique latine. 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4月访华之际，马克龙就曾提出类似观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在结束访华之行后，马克龙在返回法国的专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性，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并避免卷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马克龙当时就表示，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其陷入并非属于我们的危机当中，这些危机阻碍欧洲建构战略自主性。他呼吁欧洲在防务等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此次在索邦大学演讲时，马克龙也提议建立欧洲军事学院，并在采购军用物资时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过度依赖，必须优先考虑欧洲制造的产品。观察指，马克龙不止一次地强调，欧洲要建立起一种独立于美国的战略自主，说明马克龙政府不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有清晰的认识和日趋成熟的策略。正值美国大选年，面对美国内政治形势出现的变化倾向，以及欧洲内部发生的政治变化，法国希望对欧洲敲响警钟。Many EU officials believe there is currently no credible alternative to the US military umbrella. The French leader will be hoping Thursday's speech will have the same impact as a similar address at the Sorbonne he made 7 years ago that prefigured some significant EU policy shifts. 法国看到的是，美国近些年的大国竞争战略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强调所谓加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间的这种协调，但另外一方面很显然是在忽视欧洲盟友的利益，尤其是在援乌等问题上，美国方面无法解决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撕裂美国，都让法国感觉到了更多的不安。所以呢，在催促美国发挥作用的同时，战略自主，法国认为是欧洲必须要考虑到的选项。
一直以来，美国不断干涉甚至挑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在上周刚刚结束的 G7 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抛出所谓不能两头讨好的论调，试图向中方施压。布林肯称，中方不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助长所谓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管瑶观察指，布林肯在意大利的这番重话，就是要挑动中欧关系，试图利用欧洲的安全焦虑，在中欧之间打下楔子。所谓不能两头讨好论，其实也是餐桌与餐盘说的延续，只不过是降低了调门。事实上，欧洲多数有识之士对于发展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均有共识。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与应邀来访的法国太平洋海区司令丹迪涅举行会谈。期间，双方签署开展战区间海上与空中合作对话的框架文件，建立中法两军战区间合作对话机制。观察指，在法国愈发关注印太区域的背景下，中法建立战区间的合作对话机制，客观上有助于双方化解分歧，减少误判。此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欧洲民航机制造企业空中客车正与中国谈判潜在的飞机大单，或涉及数百架飞机及配套。欧洲一直认为中欧关系并不从属于中美关系，而在近期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进行频繁互动，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华访问之时，中欧之间的合作和互动也在推展。这也是再一次中国向欧洲方面释放信息，中欧之间的合作并非从属于某个所谓的双边关系，而是希望能够发挥各自所长来进行合作，强调欧洲在中国外交布局当中的重要性，也带给欧洲方面更多的信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保持坦诚理性的沟通，也是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的效果。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通电话，强调要发挥元首外交引领作用。那您认为中法关系现状如何？会不会有新的调整呢？主持人好，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通电话，意味着将有高端交流。在这个通话中呢，王毅说要发挥元首外交引领作用，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这就暗示了习主席即将访问法国，虽然还没有公布出访的时间。今年1月习主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主席说，今天的世界再次走到了关键十字路口，中法应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抉择。马克龙则说，2023年是中法关系全面恢复活力的一年，2024年将是中法合作更进一步的一年。所以习主席今年访问法国是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法元首年初的相互贺电，还是现在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波纳的通话，强调的是4个字：独立自主，也就是要努力的避免外界干扰，走向合作共赢。当前欧洲国家正处在对外政策调整之中，都有些摇摆。一方面是俄乌军事冲突陷入僵持状态，美国在军援乌克兰上出现拖延，有意把战争的包袱及后续建设甩给欧洲，使得欧美出现一定的战略分歧，包括在对华关系上。另一方面俄乌军事冲突打破了以往的俄欧合作，欧洲经济陷入增长乏力状态，还要消化几百万难民，而美国又要欧盟去风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让欧洲国家产生怀疑，到底是听美国的话继续对华去风险，还是独立自主与中国建立公平竞争的关系，再平衡中欧贸易。另外美国大选还剩下6个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不是不可能，而特朗普对欧盟对北约都带着胁迫倾向，而拜登则有把乌克兰烂摊子甩给欧洲的迹象，这令欧洲的先行准备要去美国风险，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因此马克龙最近强硬指出，欧盟必须独立自主，不是美国的附庸，并且提出欧洲有2个优先事项：一是与美国的关系不能把安全委托给美国；2是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共同的遵循贸易规则。就是说欧洲要适度的离美国远一些，与中国走近一些，要成为一种平衡力量。那么接下来习主席访问法国，中法关系如何调弦就有一个结果了。中法关系改善是已经有一些成果，比如说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去年马克龙访华时，两国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包含与中国南部战区合作。现在
这个合作搞定了。中法两军呢签署了战区间合作对话机制。再比如说，马克龙去年访华时，空中客车公司同意在中国建设第2条装配线，以加强进入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航空市场的机会。那么这次习主席访问法国呢，也可能空客在获得新订单上呢有所进展。同样呢，中方也可能敦促欧洲对中国的新3样不要采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这呢就是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这个中法关系健康了，对欧洲的影响呢就比较大。在欧盟中呢，法德是2个领头羊。法国呢侧重领导欧盟的军事和安全战略，因为呢它有核武器和航母。德国呢则是领导欧盟的经济战略，是欧洲的制造业中心。德国总理舒尔茨前不久访华，释放的是中德合作、中欧合作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呢，中法元首会晤也许呢会释放同样的信号，中法合作、中欧合作、合作共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号介绍了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3国外长访华的有关安排。3位外长均是就任后首次访华，而且今年恰逢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10周年，南美3国外长罕有的在同一个时间段密集访华，有何用意？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部长蒙迪诺将于4月27号至5月1号来华访问；玻利维亚外长索萨将于4月28号至30号来华访问；秘鲁外长冈萨雷斯·奥莱切亚将于4月28号至30号来华访问。这也令北京外交舞台出现罕有一幕：3个拉美国家的外长同期扎堆访华。值得注意的是，3位外长均是就任后首次访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应询介绍了上述访问的安排及中方期待。他表示，阿根廷是拉美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合作伙伴。中阿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外界注意到，此次与蒙迪诺同行的还有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包希利和经济部财政国务秘书基尔诺等财经领域的官员。外界普遍认为，蒙迪诺此行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延长两国央行之间即将到期的部分货币互换协议。去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但约有50亿美元资金需要今年6月前再次商定。目前，阿根廷面临庞大外债压力，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是阿根廷央行最大的外汇储备来源。自当选以来，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对华态度上远比他竞选时更务实温和。据《环球时报》报道，随阿官员出访的还有大型商业代表团。蒙迪诺此次访问的积极议程还包括与中方商谈在阿根廷锂产业、电动汽车制造、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销售等投资和商业合作事宜。阿根廷总统府和外交部消息人士对阿根廷纪事报透露，米莱对蒙迪诺的中国之行寄予厚望。说到阿根廷，很显然，在与美国关系拉近的同时，也希望保持对华合作，是有自己的诉求的，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所谓完全的选边站队。那么另外呢，说到中国和南美之间的合作，长期以来经贸等方面的合作一直在推进，在寻找新的合作契机。而对于这个长期以来在发展问题上备受煎熬、充满着各种矛盾挑战的地区来说，选择与中国之间来推进合作，也符合自己走出困境的目标。此次与阿根廷代表团同期访问中国的还有玻利维亚外长和秘鲁外长。玻利维亚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称，该国外长索萨将对北京和上海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是加强玻利维亚与中国双边关系、促进战略领域合作的一部分。双方将就旅游、技术、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秘鲁也是拉美重要国家。秘鲁外交部表示，此次访问将基于两国201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政治外交、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是重要能源国，世界上1半以上的锂储量位于3国在内的拉美国家。
而锂是新能源汽车电池以及其他储能产品的最重要矿物原料。储量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让许多拉美国家将大力发展新能源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则拥有全产业链优势和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双方合作互补优势突出，潜力巨大。今年是海军建军75周年，外界对于我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的进展保持密切关注。有军事专家近期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福建舰即将进行海试，预示着中国航母力量正迈向新高度。而根据此前央视披露的画面，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遮挡已经拆除。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中国海军在短短10几年间实现了航母建设的3级跳。未来，福建舰的服役将大幅提升我国海军的作战能力，为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在前不久的新闻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福建舰甲板上遮挡弹射器的罩子已经被拿掉了，还有舰载机的模型呢，已经是被放到了甲板上哈。所以有网友就猜测说，福建舰是不是快要海试了？也快了，我想也为期不远了。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常规动力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2022年6月，福建舰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据此前国防部发布的消息，2023年福建舰的主要任务是系泊试验和试验试航。如果福建舰即将开始海试，说明福建舰的系泊试验和试验试航已取得成功。由于航母的建造过程分为立项、开工、下水、西装、系泊、海试几个重要节点，因此海试被视为是福建舰服役前的最后一步。综合参考各方面因素，福建舰从下水至形成战斗力所需时间合理估计为6至8年，而从下水至服役入列或需3至4年。那么到了这个海试阶段，那么主要由海军官兵要接手，那么和工厂要一起来进行这个海试。这海试呢，实际上真实的海况下进行，甚至有时候经历一些大风大雨、高速的机动的情况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等海试这个期间发现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下一步就该正式交付海军使用。关于福建舰将来会部署在哪里，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海军大校称，将统筹考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需要，以及航空母舰运用特点、港口保障条件，科学选择福建舰部署地点。岛内媒体对于福建舰的消息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台湾经济日报28号转载相关报道，并推测福建舰服役后，其战力或不亚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台媒报道指出，福建舰未来将能携带隐形战机、歼15、空警600预警机，甚至隐形无人机等。深圳卫视注意到，2023年9月，台防务部门还在其年度防务报告书第1章中对福建舰进行了详细描述。内容包括航母性能、航速、舰载机数量等等。分析指，以航母为中心构建的人民海军远海作战集群制空制海能力更强，能有效震慑外敌对台海武装干涉的企图。其实，今年1月2号的新闻联播中就披露了福建舰侧面全身照。画面显示，福建舰电磁弹射轨道上的遮挡已被撤掉。去年11月，福建舰对弹射系统进行系统性测试的关键一环——弹射小车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目前装备弹射航母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和法国3个国家，但使用电磁弹射系统的目前只有美国海军的福特级航母以及中国海军的福建舰。有观察指出，美国海军航母是4条弹射轨道，但是真正用的也是3条，因为其中1条是备用道。福建舰现在的3条弹射轨道，在进行舰载机弹射起飞时全部可以动用，而且布局更加合理。相较于蒸汽弹射，电磁弹射可以让航母更快弹射飞机，承受更重负载。那么，由于使用了这个电磁弹射和布置了3条这个弹射轨道。那么这样的话呢，飞机的这个弹射频率的话可以大大增强，而且飞机的出动的比例的话会大大增高。那么这对于航母来讲是表现战斗力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应该说的话呢，3条轨道
预示着中国航母在弹射方面来讲，已经处在世界的前列了。此外，从目前官方发布的画面中，还可以看到福建舰的尾部甲板有一架全尺寸模型的折叠机翼舰载机。分析指，把舰载机全尺寸模型放在上面，就可以测算到飞行甲板将来能够停放多少数量的舰载机。特约评论员石红分析指出，福建舰的甲板宽度非常大，可以停放更多舰载机，这是弹射型航母的优势。而现在公开的侧面全身照，尽管还不是90度的正横角度，但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哇，福建舰的弹射器滑道原来这么长啊！这也意味着福建舰能够弹射起飞重量很大的舰载机。由于此次公开的福建舰画面上出现了舰载机的身影，外界也关心福建舰将来会搭载何种舰载机。目前，我国较为熟知的以服役舰载机为歼15飞鲨，从2009年8月首飞成功，至今已有10余年，已形成全面战斗力。也有观察注意到，现代以及未来海战高强度对抗背景下，隐身舰载战斗机是舰载战斗机的发展趋势之一。因此，歼15改进型以及是否会和舰载隐身战斗机搭配作战，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目前，我国歼20隐身战斗机已服役多年，另一款5代机胡鹰也早已首飞成功，并多次亮相中国航展和国际防务展。而在歼15基础上发展出不同型号，也不存在技术困难。是不是这个已经有舰载机部队上去进行训练啊？我觉得的话呢，恐怕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舰载机部队它的成建制训练基本还是在基地进行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建舰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那么军方人员跟班随舰进行这个学习、观察、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和情况。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此外，还有分析指出，由于采用弹射起飞，相较于滑跃式甲板，福建舰可以搭载固定翼预警机。目前，不少讨论将空警600与其联系起来。全新研制的空警600使用电传飞控，理论上可以通过对控制率的调整和优化，利用飞控系统改善飞机的稳定性，大幅简化飞行的技术难度，增加预警机操作的安全性。现在我们进行这个侦察预警，那么这个因为是滑跃式起飞，那么这固定翼的预警机它都很难上舰。那么未来也有舰丝弹射的时候，它就可以将固定翼的这个大型的预警机上舰，让我们的做这侦察预警能力更强。张军社还表示，未来海军的装备技术发展方向会是多方面的。从飞机舰载机来讲，无人战斗机或无人侦察机未来在航母上的使用也会越来越多。央视披露，国产航母福建舰距离海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那您对此有何观察？福建舰入列海军服役还要经历哪些测试呢？是的，程健。前不久，我们刚刚欢庆了人民海军的75岁生日，人们很自然地会将目光投向国产航母福建舰。自2022年6月17号下水以来，它的一举一动牵引了太多人的关注。在央视新闻节目中进行解读的海军专家是张军社老师。我跑部队那会儿经常采访他，他那句为期不远应该是有谱的。央媒外宣平台 CGTN 前2天也放出了福建舰的最新航拍画面。应该说，央媒在海军节前后密集释放出福建舰的消息绝非偶然，它也是一种回应外界关切。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曾经介绍过，福建舰作为一款新技术含量特别高的跨代航母，建造难度远超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外界曾经测算，山东舰从开工到下水耗时4年多，从完成西装各项测试验收到入列服役耗时3年左右。如果说福建舰是在2016年左右开工建造的，2022年下水，2024年完成西装，进入海试阶段，那么应该说中国的军事工业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眼下，福建舰应该正在为首次出海测试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这也意味着它已经顺利完成了上一阶段的细薄试验，这就包括供电测试、倾斜试验、电磁弹射器试验等等。结束这些需要在港池内完成的基础测试，下一步就是到大洋上转一转了。一艘航母海试的过程应该是以年为时间单位计算的，应该会分为好几个阶段。比
比如在早期阶段，首先进行的是动力系统测试，检验一下航母在各种功率下航行的状态，最大航速、转向半径、舰体重心稳性、燃油经济性等等各项指标是否达到了设计预期。但我也留意到，福建舰此刻的飞行甲板上停放了好几款舰载机的全尺寸模型，这恐怕意味着福建舰的首次海试项目将是全面性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只是拉出去溜一溜这么简单。我合理推测，福建舰的海试节奏会比外界想象的要紧凑一些。首次海试的检验项目可能会比辽宁舰、山东舰当年的处女航要多得多。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的航母设计建造单位、舰载机设计建造单位、海军接舰部队已经有了许多理论实践的创新，这无疑将大大加快福建舰入列服役乃至最终形成战斗力的步伐。海外舆论也对福建舰甲板上各类舰载机全尺寸模型的细节高度关注。那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此次登舰的几款战机是全尺寸模型，它们当然是不会飞的飞机。这也意味着福建舰的首次海试包含了飞行甲板调度、舰载机入库转运等测试项目。全尺寸模型就是用来模拟真实使用场景的。海军方面还没有对外官宣福建舰的标配舰载机，所以外界也只能从一些开源渠道结合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舰载机全尺寸模型登上福建舰的甲板，它必然意味着它们的真身将来会是这款航母的常设配置。仅从模型的轮廓上推测，这几款舰载机可能会是歼115弹、歼115弹电战、歼35、教练10弹以及空警600。这意味着福建舰的舰载机丰富程度比辽宁舰、山东舰上了不止一个档次。从重型舰载战斗机到电子战机，从隐身舰载机到多用途教练机，再到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可以说强敌有的，我们也有了。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核心战斗力，舰载机性能决定了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实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几乎可以预期，福建舰形成战斗力之后，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2航母大国。如果建立一支以福建舰为核心的航母打击群，其综合威慑力恐怕已经相当接近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航母打击大队。这当然是值得国人欣喜的。如果有的国家非要用所谓实力和地位出发与我们交谈，那我们就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毫无疑问，航母战斗群是每一位美国总统都熟悉的所谓强势话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福建舰的舰载机史无前例地丰富了起来，自然也意味着福建舰下一步的舰机融合测试压力会很大。每一款战机都需要结合不同的战术运用场景与使用工况进行起飞着舰测试，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说，福建舰的建设进度是符合预期的。我们作为热心观众，也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它的战斗力形成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讲究科学方法。我们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好消息传来。人民海军一旦把福建舰玩明白了，中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海权时代。由傅昆萁率领的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继续访陆行程。28号，参访团分别与文旅部和国家海关总署负责人会面。文旅部宣布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台媒评论称，这是两岸旅游措施方面的重大突破。岛内舆论还喊话民进党当局要接受大陆的善意，解除大陆访台游客限制，让两岸观光旅游等交流恢复正常。国台办28号就促请台方恢复两岸海上客运直航和扩大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大陆航点发表谈话。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直接通航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往来，为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我们顺应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积极推动两岸空中、海上直航和小三通复航。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运量虽较疫情期间有所增长，但因航点有限，总体上两岸往来仍有较大不便。我们希望台湾方面充分考虑两岸民众及航运企业的诉求，
尽快全面恢复包括平潭台北、平潭台中、厦门台中、厦门基隆、浙江大麦与基隆航线在内的两岸海上客运直航，恢复开通天津等30个大陆航点与台湾空中客运直航。另据交通运输部网站28号消息，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也已通过既有渠道促请台方恢复两岸海上客运直航。两岸海上客运航线是两岸民众往来的重要通道，恢复两岸海上客运直航全面正常化，有利于两岸同胞正常往来。同一天，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权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傅昆萁一行。饶权表示，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后，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台湾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其跃表示，大陆宣布开放福建赴马祖旅游，象征两岸观光旅游破冰。虽然福建至马祖的观光旅游量较小，但其意义重大，这是非常好的讯号球。若台湾想要逐步打开两岸观光市场，下一步应该把球接好。对于大陆释放的善意，台观光部门负责人周永辉表示，乐见全面开放。不过，民进党及台内务部负责人林右昌却声称，不应该预设前提或有任何政治的考量。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消息一出，立刻受到两岸民众极大关注。根据旅行网站数据显示，到28号下午2点，马祖旅游搜索热度较前一日同一时段增长超7倍，中国台湾旅游搜索热度较前日上涨47%。2019年5月，鉴于当时两岸关系，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停止，台湾的旅游业迎来瑟瑟寒冬。据台媒报道，目前台湾的旅游业几乎关闭了80%。傅昆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再次喊话赖清德，希望民进党当局接受大陆的善意，解除大陆访台游客的限制，让两岸观光旅游恢复正常。请赖清德先生，你要有勇气，要面对两岸真正的实质的和平的发展。我们再次的希望台湾赶快把所有2000人的陆客来台1天的限制2000人能够把它解除，让大陆不止福建省，让所有30几个省都能够来台湾，让两岸的人民能够全面的交流，这是我们全民共同的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傅昆萁26号启程赴大陆时，台湾旅游业者特别组团到机场相送。他们高举"要客机不要战机，要生存求温饱，两岸和平观光复苏"的标语，声援力挺傅昆萁，就是希望傅昆萁访问大陆能给台湾旅游业者带来好消息。此外，海关总署副署长赵增廉28号也会见傅昆萁参访团一行。海关总署宣布，将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依法依规批准符合大陆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柚等农渔产品输入大陆。下午呢，在我身后的中国大饭店，参访团呢与在京台商和台青进行了短暂的会晤。那现场气氛呢十分热烈，很多参访者呢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提到收获满满。台商呢就表示期望两岸呢在科技等产业优势互补，台青呢则是希望能更多分享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闻。会谈结束之后，参访团还参观了正在举行的北京车展，晚间返回台湾。此行虽短，但日程紧凑，也展现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的理念，应常来常往，越走越亲。浅浅的台湾海峡阻隔不了两岸人民走近走亲的这个历史趋势。两岸一家亲是手足也是兄弟，是切割不断的血缘的关系。而且两岸的经贸依存度呢也非常的高，互补性也很强。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以后呢应该是密切合作的方向。欢迎回来。再有不到1个月，有台独金孙之称的赖清德就将接棒蔡英文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实际上，最近以来，赖清德面对舆论对台独金孙这个标签表现出欲迎还拒的扭捏姿态。岛内名嘴前民进党籍民代郭正亮告诉深圳卫视，赖清德想撕也撕不掉这个标签，不过迫于多方压力，他低调作秀，表现出继承蔡英文政治遗产的态度。赖清德将于520当天发表的就职演说将释放哪些信号？美国大选年与赖清德的第1年部分重叠，又将给两岸关系带来哪些新挑战？来看专访。至少啦，就是我们看到第1年，他是留下了蔡英文的团队嘛。所以我也不认为他的就职演说会
狂飙到哪里去了。很可能也没有什么突破性啊，可是不会比蔡英文还要更走一步了，应该不至于了。过去多年，岛内媒体对蔡赖之争多有曝光。郭正亮分析，蔡英文必然对赖清德虎视眈眈。为了平稳接过权力，赖清德的用人思路大致将人事一分为三，与安全有关的团队基本是全盘接收蔡英文的班底，在岛内政务方面用自己人，在经贸领域启用专业人士。那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认为赖清德会再说出像他以前的说法比如说比如说他在竞选期间曾经一度兴奋嘛，说从政的最大目标就是让台湾走到白宫啊，不是吗？之类的。我认为他不会再提台独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也知道任何这样的一个挑起两岸紧张的行为，他是难以收拾后果的。赖清德这一任真的是不好做了，我说实在话。他没有犯错的空间。今年1月以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已经来台3次。郭正亮注意到，与之对应的是，自当选以来，赖清德几乎也没有就重要议题对外公开发声，低调的异乎寻常。我认为美国看他也看得蛮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AIT 的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3号选后已经来了3次了，你就知道他对他多不放心啊。那我认为这种压力他应该也感受到。虽然当选以来保持低调，但赖清德还是在3月初高调与蔡英文一起出席海巡部门云林舰交船仪式，并参观自造潜艇海鲲号。郭正亮认为，这释放出民进党不会放弃以武谋独的信号，但他们提出一口气自造8艘潜艇，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纯属好大喜功。你潜舰做到8艘也不足以对抗大陆啊，那个只是你想当然尔了啊！而且通常海军造舰没有人这样造的啦，因为科技会进步嘛，你怎么知道技术不会有新的品种啊？这个就好像美国嘛，美国有11艘航母啊，可是真的能够跟福建舰比得上的，包括雷达系统跟攻击系统，大概只有最后那3艘航母，前面那8艘都过时了啊。那潜舰也是一样啊，就一般人不会这样造啦，你一般都是先造1艘，然后看看它的作战系统如何运作起来如何，你要会再做修改嘛。那接下来也许是做2艘，那搞不好你要做第3、第4艘的时候，那时候有新的科技出现了，那你就会再多一点。郭正亮强调，其实台军和民进党政客心里都很清楚，以武谋独根本行不通。台湾地区现在军费占比高达 GDP 的2.4%，已经严重挤占民生福祉开支。中国大陆海军不管是作战舰啊、其他的舰艇、军舰啊，然后还有潜艇啊，不管是性能跟数量都比台湾高啊，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造的逻辑，或者说是不是足以据统，我认为都不成立了，都不成立了，恐怕还是要务实来做。而且两岸的，你真的要据统，或者是说，不希望武统发生啊，事实上你应该做更多政治才对嘛，就是两岸应该做政治谈判吧。台湾地区2023年 GDP 增速仅 1.31%， 岛内经济主管部门预测今年的外贸、消费、投资3方面数据增速都将下降。郭正亮认为，蔡英文执政8年，给赖清德留下一个个烂摊子，他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岛内的经济问题，一旦经济问题没解决好，后面的麻烦更大。然后先把他的经济稳住，这是他最优先的。坦白讲，台湾，我应该说他这4年2024到2028，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领导人最困难的4年啊！因为你去想一想，能源问题就要碰到挑战了嘛，对不对？然后2026，我们的劳工保险那个基金就要破产，那更何况台湾有种种问题啦啊，比如说诈骗泛滥啊等等嘛啊，我认为他要处理的问题蛮多的啦。所以我认为他第1年就想说，那我就先稳住局面吧，两岸不要发生变数就好，大概是这样。
在专访的最后，郭正亮还谈到了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初访华的看法。他认为，耶伦对中方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谬论，连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本质是美国商品竞争力下降，因此美国政府赤裸裸威胁中国新兴产业。耶伦，我基本上认为他是无理取闹了，就讲出来的理由毫无说服力啊！你说中国汽车正在产能过剩，倾销全世界，没有提出任何数据，你凭什么这样指责啊？比如说我举例啊，德国它这个外销的车占它总产量的 75%， 韩国 70%， 日本 50%， 中国只有 15%。 结果你不去讲前3个国家，你单说中国产能过剩，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事实上我刚刚讲的那些数据是彭博的文章哦。彭博是美国的媒体，就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啊！说你要这样恶搞，那太过头了吧？郭正亮认为，今年以来，虽然美西方舆论抛出见顶论等不实言论，企图打压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在实际数据面前，亚欧的主要美国盟国领导人表现务实，纷纷来华访问或寻求安排访华计划。这显示美方拉拢盟友与中国抗衡的策略正在失效。我认为盟友圈的全力配合难度越来越高啊，比如说荷兰的阿斯麦尔。那日本的半导体的种种的公司啦，你说要继续陪美国这样玩啊？因为今年经济真的不好，大家也要求生存啊。可是呢，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嘛，那民主共和都是在比赛反中啊，所以我认为恶化可能性居多啦，要变好的可能性不大。可是这个恶化就牵涉到你美国的经济撑得住吗？那盟友要来配合你吗？我认为都不容易啊，所以我认为美国要让这个局势更恶化，反而会伤到自己了啊。那可是好不了，因为在选举，所以让你对中国任何示好的动作，你都会被攻击。所以可能必须要11月选后，中美关系才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